傍晚的山路有一层薄薄的雾，阿川跟在飘朋克身后，走过竹林，走过石阶，走到一处老亭子前。亭外风声很轻，远处城市的灯火已经慢慢亮起，那些灯一闪一闪，像人间的欲望，也像每个人心里放不下的念头。阿川忽然停下来问：师傅，我有个问题。飘朋克没有回头，只说：问。阿川抓了抓头，人活着不就是工作、赚钱、养家，求一点成就吗？再好一点就是身体健康，心情稳定，日子过得不太苦。可是你常说人不能只活在这一层，还说真正的修行是把自己修成真的人。阿川皱眉：师傅，什么叫真的人？难道人还有假的吗？飘朋克笑了笑，走进亭中坐下。有。阿川一愣，飘朋克指着山下的城市：你看下面那些灯，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人。有的人忙到忘了自己为什么忙，有的人成功了，心却空了，有的人每天笑脸迎人，晚上却一个人崩溃，有的人嘴上讲理想，心里全是比较，有的人追了一辈子名利，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安住过。阿川沉默，飘朋克接着说：你说这样的人是活着，还是真正醒住？阿川低下头，他想起自己这几年白天为工作奔波，晚上滑手机，偶尔练拳，偶尔想变强，偶尔又觉得人生像被什么东西推着走。他不是不努力，只是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往哪里去。阿川问：所以修行不是变成神仙？飘朋克看着他：真正的修行不是逃离人间，也不是装得很高深，更不是练出什么神奇本事给人看。真正的修行是把一个被名利、情绪、恐惧、欲望拉扯的人慢慢练回清明、真诚、稳定、宽广。简单讲，就是把自己从假的人生里救回来。阿川心里一震，假的人生，这4个字像一阵冷风，直接吹进他胸口。飘朋克倒了一杯茶，茶汤映着晚霞，像一块小小的金色镜子。他说：阿川，很多人以为修行是往外追，追神秘，追境界，追力量，追奇特感觉。其实真正的路是往内收，往内收不是逃避世界，而是看清楚自己。看清楚什么？看清楚你有多少念头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只是别人塞给你的。你想赚更多钱，是因为生活需要，还是因为怕被人看不起？你想成功，是因为想完成一件有价值的事，还是只是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？你想被喜欢，是因为心中有爱，还是因为害怕孤单？你想修行，是想让生命变清明，还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高？阿川被问得说不出话，飘朋克没有逼他，只是慢慢说：人最难的不是努力，人最难的是分清楚，我现在追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假的东西不一定不好看，有时候它很亮，很香，很热闹。掌声是假的吗？不一定。钱是假的吗？也不一定。地位是假的吗？也未必。但如果你把它们当成人生全部，它们就会变成假的，因为它们会来也会走，会让你高兴，也会让你害怕。今天捧你，明天也可能摔你。阿川点点头。所以问题不是能不能追，而是不能被他控制。飘朋克笑了。对，人可以工作，可以赚钱，可以成家，可以成就事业，可以被人看见，但心不能卖掉。心一卖掉，
人就开始假了。假在哪里？明明很累，却装得很风光；明明心里恐惧，却假装自己很强；明明嫉妒，却说自己不在意；明明想占便宜，却包装成道理；明明内心空洞，却用外在成就把洞盖起来。久了以后，人会忘记真正的自己长什么样子。阿川听到这里，忽然觉得有些刺痛，因为这些话不是在讲别人，也在讲他自己。飘朋克继续说，所以真正的修行，第一步不是飞天，不是入定，不是求奇迹，而是诚实。你要敢承认自己贪，敢承认自己怕，敢承认自己会嫉妒，敢承认自己有时候很虚荣，敢承认自己外表努力，内心却常常慌。能看见才有机会炼化，看不见就只能被它牵住走。那炼化之后，人会变成怎样？飘朋克看向远方，会变真。真不是脾气很硬，不是什么话都乱讲，也不是不顾别人感受。真正的真是心不扭曲，心不扭曲就能看见自己，也能看见别人。看见自己就不会一直假装，看见别人就不会只顾自己。所以真到深处会生出善。真跟善有关？飘朋克点头，当然有关。一个人若真的清醒，就不会忍心一直伤害别人，因为他知道别人的痛苦也是真的。人最珍贵的不是比禽兽多会算计，而是心里有那一点不忍，有那一点羞耻，有那一点知道是非的光。看见小孩受苦，心会动；看见老人无助，心会软；做错事，心会不安；占了不该占的便宜，心会觉得羞愧。这些东西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。如果一个人失去这些，就算很成功，也只是外面很大，里面很空。没错，有些人一生追功名，追到最后声势很大，心却很小；有些人一生求富贵，房子越换越大，胸襟却越来越窄；有些人学了很多道理，嘴上全是高深，做人却没有温度。这些都不是完成。那什么才叫完成？飘朋克拿起茶杯，轻轻吹开水汽。身要安，气要顺，心要正，神要明。身体不是拿来糟蹋的，所以要养；气质不是天生固定的，所以要练；心性不是嘴巴说好就好，所以要修；精神不是只靠睡觉恢复，所以要收敛。一个人能从粗糙变细致，从浮躁变沉稳，从自私变宽厚，从混乱变清明，这就是生命的上升。阿川眼睛亮了一下，所以修行不是离开人生，而是把人生修到更高品质。正是，你在工作里修，看自己遇到压力会不会乱；你在家庭里修，看自己亲近的人面前会不会失去耐心；你在金钱面前修，看自己有没有底线；你在名声面前修，看自己会不会飘；你在失败面前修，看自己会不会怨天尤人；你在成功面前修，看自己会不会看不起人。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炉火。阿川听到炉火两字，忽然觉得很有画面。原来人生不是战场而已，人生也是一座炉，所有烦恼、压力、诱惑、挫折、掌声、冷眼都像柴火，有人被火烧焦，有人在火里变硬，有人在火里变得扭曲，但也有人真的在火里把自己练得更亮。飘朋克又说，你要记住，真正高的人
不一定看起来很高，它可能只是说话很稳，做事有分寸，遇事不慌，待人有情，面对利益不失格，面对委屈不失智。它不一定满口大道理，但你靠近它会觉得舒服、清明、有力量，因为它的生命里有一种干净的气。那是不是练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在乎？飘朋克摇头，不是不在乎，是不被绑住。有家人就好好爱，有工作就好好做，有责任就好好扛，有梦想就好好走。只是心里要知道，这些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，不是你的全部。人最怕的是把部分当全部，把钱当全部，把名当全部，把感情当全部，把输赢当全部，把自己的想法当全部。一旦把部分当全部，心就窄了，心一窄，人就容易苦。那心要怎么变宽？飘朋克指着天，看大一点，你不只是公司里的一个职位，不只是家庭里的一个角色，不只是朋友圈里的一个名字，也不只是这副身体里的一堆情绪。你活在天地之间，你身上有呼吸，有血脉，有良知，有灵明，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力量。人若只盯着眼前得失，就会被得失困住。人若能常常回到内在的清明，就会慢慢知道，很多东西可以努力，但不必执着；很多事情可以承担，但不必被吞没。阿川慢慢吐出一口气，他感觉胸口像有一个结正在松开。飘朋克最后说，真正的修行不是让你变得不像人，而是让你越来越像一个完整的人。有力量但不霸道，有智慧但不冷漠，有能力但不迷失，有情感但不被情绪拖走，有成就但不忘本，能入世做事，也能出世看清，能在人群中尽责，也能在内心里保持清明。这才叫把人生练成真的。夜色落下来时，庭外的雾更深了，山下城市灯火万点，像一条流动的星河。阿川坐了很久，忽然笑了。师傅，我懂了。飘朋克看着他，阿川慢慢说，以前我以为修行是往高处跑，跑到很神秘，很厉害，很不像普通人。现在我才知道，真正的修行是回到自己，不是逃离工作，而是在工作里不失心；不是逃离家庭，而是在亲近的人面前更有耐心；不是不要钱，而是不被钱控制；不是不要名，而是不靠名来证明自己；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情绪来了，还能看见它，安住它，炼化它。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，真正的人不是外面多成功，而是里面有没有真。真了才不会一直假装，真了才会生出善，善了生命才会有美。所以真、善、美不是口号，是一个人把自己活明白之后自然长出来的样子。阿川望着山下的灯火，声音变得很轻。人这一生最可怕的不是失败，而是活到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最可怕的也不是平凡，而是在平凡里失去良知，失去热情，失去那一点清明。如果一个人能在名利中不迷，在成败中不乱，在爱恨中不偏，在生死前不慌，能把身体养稳，把心性练亮，把人生过得真诚、厚道、清明，那他就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成功，那是生命本身的完成。飘朋克没有说，话只微微点头。阿川站起身，对着山下长长吐出一口气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，真正的路不在远方，不在云上，不在传说里，也不在别人的掌声中，它就在每一天的起心动念里，就在你被诱惑时还能不能守住底线，就在你受委屈时还能不能不让心变黑，
就在你成功时，还能不能不忘记自己从哪里来？就在你疲惫时，还能不能把自己拉回来？阿川回头看着飘朋克，笑着说：师父，原来真正的修行不是把人修成神仙，是把人修回真正的人。山风穿过竹林，发出细细的声音，向天地在远处点头。而阿川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他练的已经不只是拳，也不只是气，他要练的是这一生，把假的练掉，把乱的练清，把小的练大，把暗的练亮，最后活成一个真诚、清明、厚实、自由的人。